我们人们常常都在得和舍当中在选择。放下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事情，要去克服心中的那个 crazy monkey。crazy monkey 其实就是我们的念头，你就要忍辱，你要去原谅它。我们心的宁静就是要突破一切的力量。阿弥陀佛，我是EK Talks 的讲者释应胜。今天非常的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出家以后的心历路程和修行点滴。今天的主题就是心越平静，理越快乐，智慧越高，理越融通。我入佛门的时候，是因为一个梦，清清楚楚的梦见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的师父上本下幻恩师上人。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对我说，一定要去阿弥陀佛那里，去得了也要去，去不了也要去，非去不可。告假离开要走的时候，他又给我说要常回家看看。从此我对回家有了新的认识。远离家的人，他就像放飞的风筝，无论他是在职场上的女性，还是在外的游子，他的那颗心就像风筝的那条线，牵挂着回家。非去不可的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大家心灵的净土，共同的家园。是因为一个梦入了佛门，我又是因为一句话入了空门。恩师上人曾经给我说，佛教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我就剃度出家了。我们人们常常都在得和舍当中在选择。其实我出家，有的人就问，你是不是遇到什么挫折？我说，你看我像吗？还是那么快乐？不是的，其实就是一句话，佛教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我真的就这么简单的就剃度出家了。那么出家以后，在我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体会到了很多很多，和以前很多都不一样了。因为我的心有了变化，有了新的认识。出家以后，恩师上人又要我再去读一个博士。当我用5年的时间，我学了佛学、佛教艺术、佛教国际传播、佛教教育管理。当我拿着学位，高高兴兴地到师父的身边，特别希望师父他很欢喜，他很高兴，赞我一句，因为不容易啊，5年的时间。可是他棒喝了我一句话，博士有什么了不起？就是这一句话让我突然一下子眼泪刷刷的流。我站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办，就2分钟的时间，2分钟我就明白了，果位比学位重要。学位大家知道是从学士、硕士到博士，那么佛家的果位是阿罗汉、菩萨和佛。那我们拿到了最高的学位，你的生命、你的寿命都是有限的。如果我们拿到了佛家的果位，那是无量寿。所以说，果位比学位重要。那么有了果位，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就要去修行，要去克服心中的那个 crazy monkey。心在哪里？心又是什么？修行的过程当中，如何克服心中的 crazy monkey？
大家可能要问 Crazy Monkey 是什么？大家都知道那个活蹦乱跳的猴子，它可以不停地从一端跳到另一端，不停地这么蹦蹦跳跳。那么心中的这个 Crazy Monkey 其实就是我们的念头。当时我在带西方人禅修的时候，有一位专门问了我什么是 Crazy Monkey。 我说 Crazy Monkey 就是你的心，如果你的心平静了，这个 Crazy Monkey 它就安静了。你可以呢把 Crazy Monkey 当成一个小 baby， 你带着他和他沟通，让他坐在你的旁边，和你一起 meditation。 在禅修结束分享的时候，他就告诉大家，我现在和 Crazy Monkey 成好朋友了。这就说明他降服其心，在禅坐的时候他的心静了，那个 Crazy Monkey 也就安静了。那心又是什么？心又在哪里？有一个禅师，他问他的弟子，天空大不大？弟子回答，大的。那么树叶大吗？不大。弟子回答。那么这个禅师又在问，天空那么大，它能遮住你的眼睛吗？弟子说，不能。那么这个小片的树叶，它能遮住你的眼睛吗？弟子回答，会的。为什么？其实我们的心有的时候有烦恼，有其他不满，其实就是那片小小的树叶挡住了我们，让我们的心不明亮，看不清，看不到。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心去观，往内观，不是去往外看。当你往内观的时候，你会找到那一束光明，它进入我们的心灵，它会让我们过去的这颗心有史劫以来的所有的烦恼都可以从中去得到解脱。我们这颗心是要靠我们自己去要和它沟通的。当我们的这颗心它能和宇宙对接，和万物去沟通，和光去相融，我们的心量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就像心中有一盏灯，心灯一点亮，它照亮了自己，它还会能去照亮别人，因为他的心明亮了，他的眼睛也光亮了，他没有被那个小树叶给挡住，他能看到外面清清楚楚的。那么我们在职场上的女性经常会有这样那样的工作，忙忙碌碌，从这儿飞到那儿，从那儿又回到这儿。你跑得越远，你走得越高，你飞得越高，但是你的心也会越来越远了吗？想过了吗？所以说我们要把当下的这颗心让它安安静静的，就像那个 Crazy Monkey 一样，和他交朋友，让他就坐在你的身旁，和你一起 meditation， 他也可以和你一起 working。 那如何让心回到这个原点，让这个心回到平静，他有什么方法？我是一个无书法功底的人，如何就成为中国的佛教艺术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国际书像协社结了缘，因为相由心生，书为心画，我进入了这个国际书像学社，干什么？就画线条。过程当中我体会到我们可以聆听线条的声音。你们觉得那一条线它有声音吗？其实它真的是有声音的。当你的心静的时候，你真的能听到线条里淌出大山的溪水。我觉得在画线条的过程当中，就像一个点去优雅的去散步，
其实它也是一种修行。当你的意气笔合一的时候，这条线它会蹦出光芒来的。那么在书像的这个艺术创作的当中，就犹如禅定的境界，飞翔飞翔，犹如书像的天地，是书非书，是象非象。所有的笔根，它的创作其实就是一种禅定。所有的展出的作品，它都记录了打开心门、释放线条的点滴修行。我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主要是为我的师父恩师上人去建云海之塔。为什么？因为我感恩我们的父母给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慧命就是师父给的。在《生之律》中专门也讲到，如果你以百千万计的黄金去布施的功德，不如你的一颗善心去礼敬佛塔。那么上本下幻恩师上人，他是佛门的泰斗，土地以后有很多的舍利。那么他是中国第一位高僧，国外专辑来迎请舍利建塔供奉。我呢是发愿在我的心中也要为我的恩师上人建座塔，所以说我建了云海之塔。这是我到法国巴黎的时候，他们就说巴黎的铁塔遇到了云海之塔，佛教的云海之塔。我到了法国是参加冲破屋顶法国国际当代艺术展，巴黎的电视台来采访，法国的电视台也来采访，他们同样问了我同样的一句话：你怎么画的？我说我一笔一画持观音心咒画的。他们又问观音心咒是怎么念的？我用一口气一长串就把观音心咒练出来。结果法国电视台一播，整个法国就传播的这个声音，我顿时觉得好像我是来撒般若种子的。尤其是当我参加开幕式的时候，市长讲完话，策展人讲完话，他们把这个话筒递到我手上，说你代表国际艺术家说几句吧。当时其实我也讲到了这一句，因为它的主题是冲破屋顶法国国际当代艺术展。我觉得突然我发觉我以艺术作为切入点去传播，应该更容易在当代去让人去接受。当这个开幕式一完，大家一个二个的追着我，一定要让我教他们观音心咒怎么练的，因为他们知道观音心咒是超宇宙能量的。这就是引起了我再次去法国带西方人，用全英文带西方人禅修的这么一个因缘。这就是我从不会笔墨走进国际书像学社，到捧着选出的10张展出的作品进入美术馆的大厅，这的确是一个飞跃。我觉得它就是一种修行。今年是我的恩师上人圆寂5周年，我办了个人展，这是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平山分馆展出的云海之塔个人绘画展。通过这些点点滴滴，我真的非常感恩，作为我们女性，不论你是在家的还是出家的，感恩的愿力和心境的定力是可以让你创造奇迹的。那么曾经有很多信众，他们都是女性，他们问过我说他们在职场上有的时候也做得非常成功，但是有的时候心里并不快乐，问我怎么办。我就把我的切身经历例子告诉他们，我说我们可以通过几步让你达到你的内心的快乐。第一，一定要学会忏悔，让你的心
不要去向外看，去找别人的不是，你首先要向内看，找自己的不是，然后你要学会忍辱。不管怎么说你，你就要忍辱，你要去原谅他，还要去感恩他。这个时候，你会发自内心去做奉献，快乐就这样产生了。第一步就是忏悔，第二步就是要学会忍辱，第三步就要去原谅，第四步就是要去感恩，第五步就是要去奉献，第六步你就找到了快乐。那么我们心的宁静就是要突破一切的力量，它就像我们心中的那盏灯要点亮。恩师上人把心灯传给了我，当时我就对师父说，师父你放心，我一定在佛门里边把这盏灯点得亮亮的。恩师上人说，人人都需要点亮心灯。我一下子明白，心灯它不分宗教，它不分国度，它是属于全人类的。因为我们人人都需要点亮这盏灯，因为一灯能照千年暗，一智能消万年愁，人人都点亮了这盏灯。我们不仅能照亮自己，我们照亮他人，让社会让世界充满和平，充满和谐。所以说我要发愿，我要做光和美的使者，愿此一粒光明种，洒向世间无尽灯。那么我们女性不但是要有知识，更要有智慧，因为智慧可以带给我们光明。那么我们的心平静了，它就能生智慧。祝福大家，阿弥陀佛。